这就是我的床。看，我昨天晚上就是这么睡的。我车在贴了膜以后是看不见里面的，前面呢有点透明，但是呢我也放了窗纱，这个窗纱是我在淘宝上定制的。外面这个窗纱呢，就是在美国买的，特别简单的那种防蚊的窗纱。然后前面我是有一个这个遮阳伞的，不过我又在淘宝上定制了比这个更好一些的那个，下个月应该就到了。我这个床垫其实是一个大的，它还可以铺到这边，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嘛没有必要。不过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，我不知道这个我的座位那个为什么不能放平？难道就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因为我给我的车这个买了那个座椅套嘛，然后就是不能放平，还是就是只能是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昨天就这么睡的，倒是也不难受。然后今天早上一大早，管理员就来了，来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营地是否有人入住了。如果没有人入住的话，比如说我是订了2天，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，如果我现在到了12点，可能还没有人入住的话，可能他们就会把这个营地重新开放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别的人来入住。然后给了我这些注意事项，他特别跟我说了，就是这里是有熊的，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食物放进那个熊箱。我说好的，我已经全部都放进去了。然后还说那个篝火一定要注意。我说我不会弄火，他说那好，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然后还告诉我说，这个附近有哪些景点我可以去看看。明天中午12点就是退这个营地的时间，我就会在12点之前离开。它每一个营地都有一个熊箱，然后它这里写了各种警告，看见吗？一定要把所有东西放进去，不要靠近熊，一定要保持距离，还有千万不能用这个用篝火的地方来弄烧别的东西，烧垃圾什么的，千万不行。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所有的你的垃圾全部带走，要遵守规定。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就看见有人在这钓鱼，还有人在这游泳。说实话还蛮冷的，我觉得，但是他们也无所谓，就在这游泳，挺厉害的。好可爱，我没拍到那个小小的小松鼠，好可爱，好小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松鼠。我那个邻居好好，刚才问我是不是要打电话啊什么，我说我没有。他说我听见你跟那个营地的工作人员说话了。我说我就是问一问。然后他说你可以开到那边去，那边有那个中心，可以去那边，那边就什么都可以了，也可以充电，也可以打电话。我说好的，谢谢。看，并不危险，是不是？有点难看，是不是？请忽略哈，因为风太大了，所以我拿这些东西压着那个塑料袋。因为这是我的垃圾袋，刚才我剥的蛋壳我放在这里了。我带了生菜，还有鸡蛋。我的这个沙拉汁也很简单，就是橄榄油、盐，用了苹果醋，然后加了一些黑胡椒，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口味加了一些魔鬼辣椒。哎呀，我好像没带勺啊，不，就这么倒吧。丢三落四的，我就是这样。再倒一些麦片，这个麦片是我自己烤的，以前我有出教程。必须加麦片，加麦片才好吃。而且加了麦片才不会饿。我吃这些就可以到下午再吃饭。我每天还是只吃2顿。这个金桔啊，这是金桔，真的不用怀疑，这是金桔，是我同学家的金桔，这个长好大，而且还挺甜的。好了，我就开动啦。我刚才闻见咖啡香了，真的好香啊！论在这里有咖啡的重要性，它这个台子啊，应该是放在水上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这儿，还是因为可能要再热一点的时候才会放过去。我看见好几个人都拖着他们的船，然后从营地走过来，然后过去了。你看，比方说那个远处那个戴帽子的那个人，
穿着蓝色衣服那个人，他就是刚才我看见他拖过来，然后在这儿下着水。他们有钓鱼什么的。你看这个水还挺清的，但是说实话，这儿的水真凉啊！那个卫生间的水，我刚才去洗，那个水就是冰水啊。所以昨天晚上我竟然没有洗漱，我就睡觉了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么冷的晚上还用冰水洗漱。那种冰水的冰的那种程度是刺骨的那种冰。那边有那个巴士，好像就是去送你到那些其他的湖，或者是别的地方。但是我不熟，我如果要去的话，我还是自己开车去。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倒是给了我一张周围营地的地图了。看见吧，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船，拉着自己的狗，啊，真好玩。我本来是打算今天计划去拍视频的，但是等我吃完早餐，飞了一圈以后，我发现我好像不太想去，我就想躺在这里不动。我这里太舒服了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景色。然后我抱着我的玩具吉他在这儿，觉得好好玩啊！如果我再去别的湖边坐着，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我在这边坐着不是也一样的吗？而且现在外面还有点热，对吧？好吗？就这样愉快的决定咯。又到了吃饭的时候喽。这是我拌的凉菜。我没有在这个桌子上吃的原因，是因为现在风比较大，会刮起一些土来，我觉得有点脏，所以我带了那个小桌子，我一直没用上，我就把它铺在我的这个车后备箱这里，然后坐在这儿。我带着椅子，好，我要开始享用了，就这样吧。我原本计划是想去徒步，我也带了装备，可我其实哪儿都没去。我想玩着我的玩具吉他，看着湖水放空，吃吃喝喝，东想西想，或者什么都不想，特别惬意。很快2天就过去了，时间感觉完全不够。下次露营最少得1周，最少。不过营地必须提前订，因为美国的很多营地大部分都是被订空的，特别是像这种热门的地方，你得提前很久订。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别人不要的放弃的营地，不过如果想连续订1周的话，我想可能有点难。看见月亮了吗？现在是下午5点49分。我们这个营地是在2个山中间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座高高的一座小山岗，然后那边还有一座小的。不知道熊在哪里，可能在山上。这小孩真是不知道冷啊！对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，周3。我已经冷的羽绒服都穿上了，在这个山里。
的车哈，因为我现在是没有那种全遮的那种帘子嘛，全是纱帘。然后我在里面放了2盏灯以后，其实如果有人这样看的话，还是看得见的。不过没有人会这样贴着窗户看我吧，对吧？没有人会这样吧，对吧？里面我觉得还挺好的。等我的那个完全遮阳的那个帘子来了以后，就会更好。我们这个营地啊非常安静，到了晚上没有人乱七八糟的闹，反正至少我在的时候是这样。隔壁这是住了一大家子人，有很多人。对面那个营地也是他们家的，昨天告诉我说，看都很安静，非常好。我去年去露营的时候，有几个营地就不太安静，吵死了。本来想出来看星星，但是现在还没有，都已经9点06分了，但是还是看不到星星。好吧。回程的路也特别有意思，还和另外2辆车在路上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公路追逐和跟车。大家没有恶意，但是很有趣。不过不便在这里多聊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咳了半个月了，所以我的声音有点奇怪，请大家原谅。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请记得照顾好自己。我是劳拉，咱们下次再见吧。我早上从 Mammoth 开出来，一口气我现在开到了这个叫 Adelanto 这个地方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。然后我说在这个超市借个卫生间用，我就进了那个 State Bros 这个地方，看见吗？这个地方。然后出来的时候呢，在那个门口有一个柜台是卖寿司的，我就看见是个亚洲面孔，我想肯定是中国人，我就过去对他笑了一下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好你好，我说你好，他说你拿一盒去吃，他说你看中哪个你拿一盒去吃啊，我说不用不用，他说免费的，我说免费的也不用，非常感谢，祝你生意兴隆，然后我就走了。就是很暖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特意说一下这个事情，真的挺暖心的。反正我感觉我的运气挺好的，我走到哪儿，我感觉我都能遇到一些好人。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遇到坏人，不过好人真的占大多数。所以其实我不太同意，就是说你出来以后你就要远离中国人，中国人都是害人的，我不太同意这句话。而且我觉得这句话，说实话，不仅伤了别人，也伤了自己，因为其实你也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样，那我继续走我的路，我还有1个多小时才会到吧。好，拜拜。